各位好，我是王野，欢迎收看本期 Like Music。索尼在音频领域一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们工作室当中呢，一直也收藏着经典的索尼的 Walkman 随身听以及索尼几十年前的开盘机。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们呢都还能正常使用，时不时呢我也会拿出来把玩一下。现如今，索尼在真无线头戴降噪耳机的市场当中的综合表现也是第一梯队的。其实上一代 WH-1000、XM4 的各方面的表现已经非常成熟了，而前一段时间上市的 WH-1000、XM5 的升级和改变也非常的大。也有很多朋友们私信我们让我们做一做 XM5 的音质和降噪的深度测评。那我们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这款耳机的实测表现。另外声明一下，这款耳机是我自己买来用的下面的测评数据呢，也绝对是公正公平。XM5 的外观的变化呢，相对上一代 XM4 来说，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去掉了用于折叠耳机的耳罩框架，改变为可以伸缩旋转的柱体，一直延伸到头梁上。由于取消了折叠的结构，耳机的展开幅度也大了不少，所以说 XM5 佩戴的舒适度也有所提高。尤其是对于我这样头比较大的用户来说夹头感比上一代真是小了非常多。还有呢，就是 XM5 在头梁和耳罩的部分都采用了新型柔软的减压型皮革，哪怕是戴眼镜佩戴呢都是非常舒适的。体感上的感觉呢，耳机是轻了不少。耳机杆呢在伸缩的时候也改变为了静音的设计而且不容易夹到头发。这一个设计着实得给索尼点个赞总的来说 ，XM5 在外观看上去整体化会更强，也简约时尚了不少。虽然说整个耳机的材质为了轻量化的设计没有选择金属材质，但是整个耳机磨砂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耳机的重量呢，相较上一代来说还少了几克，相较 AirPods Max 来说可轻了太多了，足足轻了100多克。习惯了戴 AirPods Max 的用户换上 XM5 之后呢，简直是轻如鸿毛一般为了更好的佩戴体验呢 ，XM4 的折叠设计被取消了，所以说 XM5 收纳包的体积呢也会增大一些。不过 XM5 附赠的收纳包呢还是比较轻量化的，抗压性也还不错尤其是这个收纳包还可以折叠来收纳，如果是放在双肩包里面呢，还是比较好收纳的。其实 XM5 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主动降噪上面的大幅度升级。要知道这一系列的降噪性能在整个真无线头戴降噪耳机当中一直处于第一梯队的。XM5 的降噪提升幅度呢也非常多。我们发现每只耳罩都开了好几个降噪试音用的麦克风孔位左右一共8个孔位，足足比上一代多了4个。XM4 呢是通过蓝牙 SOC 加 HD 降噪处理器进行降噪运算的，但是呢 XM5 又引入了 V1 集成处理器，协同 QN1 进行双芯片的降噪运算。实际体验下来呢，打开了降噪之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XM4、XM5 以及 AirPods Max 这3款耳机的实际降噪录音对比。我们会把之前在飞机机舱、城市街道等噪音环境下采集的噪音，通过 Like Music 3维声音空间都进行一下降噪测试。降噪深度呢，我都调整为了最大。测试用的麦克风呢，为顶尖实验室采用的那种30万的 B&K C128 仿生麦克风。我们继续通过 B&K C128 测试 XM4 和 XM5 的降噪深度曲线图。为了增强透传的性能XM5 在100赫兹以下超低频的降噪深度上面，相较上一代来说是有所衰减的。但是在100到1200赫兹的低频、中频、中高频等噪音集中的频段，降噪能力呢在很多频段都超过了上一代。低频最深降噪深度很多频段也都达到了40 dB， 而人声的噪音频段呢 ，XM5 的降噪深度和频宽在很多频段上面也都超过了 XM4。
升级幅度呢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两款耳机最深的降噪深度呢都在5000赫兹左右，降噪深度呢也均超过了50 dB。最后呢，我们再引出 XM5 和之前测试的 AirPods Max 的降噪深度曲线图进行对比。200赫兹到1200赫兹的降噪频宽和降噪深度这几款耳机呢几乎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在超高频方面的降噪能力XM5 大幅度超越了 AirPods Max， 确实是非常的强。除了 ANC 主动降噪之外，由于 XM5 采用了高精度的语音识取技术，而且针对风噪麦克风的网罩呢也进行了强化，所以说 XM5 的通话质量和通话降噪呢也非常不错的。我们现在测试的是手机自带麦克风的通话录音，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XM5 通话降噪后的通话录音，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音质方面 ，XM5 的单元呢换上了30毫米的单元，单元的圆顶部分的材质也升级为了碳纤维的材质，振膜的刚性呢会有所提高，重量呢也会有所降低，高频的分割效应呢也会相应有所减少，这样呢中高频的细节和响应会更好。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XM5 还通过了 HiRes 小金标的认证音质表现自然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其实这 HiRes 上一代就有，小金标呢也属于这个系列的基本操作了，这也是索尼降噪耳机旗舰系列的一大优势。我们再通过 BNK C128 实测一下 XM4 和 XM5 的原始频响曲线，两款耳机的调教呢在中低频的部分其实差别不大，实际试听下来呢都是低频质感比较高级的，下潜够但是不轰头。高频部分呢 XM5 则更为突出一些，整体的调教呢还是偏流行的。接下来的环节我们继续实录一下这几款耳机的实际试听对比。
不知道听了上面的试听之后，大家感觉 XM5 的音质怎么样啊？我们刚刚测试啊，都是打开了默认的频响曲线。除了默认的频响曲线呢 ，XM5 还可以在 Sony 耳机控制 APP 上面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曲风，还可以自定义频响曲线。另外呢，还有很多种风格的曲线预设供大家选择。OK， 到这里呢，我们本期视频针对索尼 WH-1000 XM5 的测试就全部结束了。这款耳机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呢是非常满意的，不知道大家认为怎么样？可以在弹幕当中打个分。另外呢，像是智能交互、30个小时的续航能力，以及智能免摘功能、AI 自适应声音控制等功能啊，很多 UP 主第一时间也都详细测评过。由于时间原因呢，我就不过多赘述了，都很好用。我估计很长一段时间呢，这款耳机都会成为我日常携带的主力耳机了，我个人是十分推荐的。另外，视频中的测试试听呢，也仅供参考啊。如果大家对这款耳机感兴趣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线下实体店试听体验。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感觉视频还不错，求赞、求投币、求转发，再点一个大大的关注，这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我们下期再见。